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会来关心的大主题是有关于美伊战事的美军伤亡，现在暴增了，一口气达到超过1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115人，现在统计是18死757伤，全面的爆出来了这个数字哦。那么现在呢，因为美军的基地已经被打到，想要后撤了。所以呢，川普也祭出了其他的招数，也就是使用所谓的经济牌，这个叫做经济 D-Day， 并且还需要中国大陆的帮忙，怎么一回事呢？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深度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首先欢迎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敏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请先帮我们节目按赞，并且留言区写下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如果可以的话，欢迎观众朋友按下热推键，或者是在留言区你也可以写下热推。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环球大战线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大家赶快去环球大战线的主屏按下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战友了。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尤其是有关于这一场战事美军的伤亡账本，现在说越藏不住了吗？五角大厦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资料显示，美伊战争从当时开战的2月28号打到现在最新的伤亡数字出来是18人死亡，757人受伤。注意了这个数字哦，其实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它是一批一批的不断的上升的，而这一次呢，五角大厦一口气新增的受伤的人数是50个人，等于说短短的1个月，一口气暴增了大约是115个人受伤，这是突然间一次性的爆出来的一个数字。而且有关于伤亡数字其实一直都争议不断，因为我们还记得吗？当时在7月份的时候，五角大厦突然间把4名的死亡的官兵从当时的这个统计数字当中给移除哦，那么还有数十名的伤兵也跟着消失，把它列为在海外行动，也就是另增了一个栏位，让它不会看起来数字这么的难看。外界质疑官方统计到底完不完整，所以说也就是因为此哦，大家也在看说，新增的这个数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根本就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数字。CNN 也特别指出了，美军伤亡往往都不是在第一个时间公布，而是分批来进行。7月份，这个美方也承认了，伊朗的新一波攻击造成100人受伤，但是这个时候的数十人的数字没有被列入考量当中，所以这个到底757人是不是最后的数字呢？大家也在质疑哦。尤其伊朗的攻击范围，我们这几天报了非常多，不断的扩大到了波湾许多个地区的国家，横跨像是巴林、伊拉克，甚至是以色列、约旦、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阿联等等。伤亡数字持续的增加，有关于这些数字有没有可能是美军要刻意淡化有关于战争的这个数字？请教汉廷怎么看？7月26号，美国国防部呢在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站添加了一个网页，叫做海外行动伤亡数字，把7月7号以来新一轮的伤亡名单单独列出，不计入以前史诗怒火行动。就如果我们只看史诗怒火的那一栏，伤亡数看起来没那么多。而且呢，在美国伤亡分析系统曾经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的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那五角大厦解释是临时的数据中断。那也因此，媒体和议员都质疑，是不是你要掩盖一些伤亡？而且后来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他也不再向媒体记者提供美军伤亡的最新情况了那官方说这是为了安全需要，所以外界是没有办法实时追踪，只能够等待批量的更新。所以757是最终的数字吗？大概不是，真实的伤亡人数根据 CNN 还有呢 Intercept 的估计已经超过900多人。那因为伊朗的打击也非常广大，美军的伤亡分布在巴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等一大堆的国家，所以这些广泛的分布很可能漏报的几率就很大。但是呢，为什么需要去做拆表？如果我们从政治上面来分析就为什么要在7月26号拆分开来？而且就是在史诗怒火结束之后，被这个川普来这样搞，因为我们要看时间点。5月5号，川普宣布史诗怒火行动结束了。7月7号，
但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到了7月26号，就新增了海外行动的类别伤亡。那8月19号合并之后的数字才曝光，说，怎么感觉人数这么多啊？所以很简单，就川普想要让史诗怒火的行动停在一个相对好看的数字上。当初只有14名死亡400多人受伤然后7月之后，新的一轮呢另起炉灶叫做海外行动。那这样大家第一眼看到史诗怒火的时候，伤亡数字就不会太难看所以这是川普他为了选举，然后呢去包装整个的数量。可是如果我们纯粹从战争的层次上来看美军如果到现在应该要讲说，相较于伊朗只有700多人伤亡对，伊朗在第一年3月份的时候公布了就多少人呢？就已经有超过2万人的1500多人的死亡，2万人的受伤，而且当中呢大量是平民，甚至还有数百名的儿童。也别忘了，就从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是打击到了女子学校，是在上课时段有165名学校的孩童直接罹难身亡。那也才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怎么你美国、以色列打击伊朗，那不是去打击军事目的，不是去打击军事设施，你是无差别轰炸，然后导致大量的无辜平民跟孩童伤亡。后续呢，又去袭击了伊朗的什么体育馆啦，然后呢，这个运动设施啦，大量的学校、医院、医护人员，然后大量死亡，300万人流离失所，50万人无家可归。这还是伊朗在今年3月份的统计，而后续更新的呢，肯定死伤更加的惨重。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哎呀，你看这个美国死伤了好多人好可怜但大部分他们都是军人可是真正伊朗被打击到的、罹难的，那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好，这场战争很不幸的造成美伊双方有非常多的死伤数字。那有关于美军的这个伤亡数字，现在有说法，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不是就是美军特意去掩盖这个数字的事实，不让它一次性的披露出来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真正来关心到是有关于美军的基地因为在这场美伊战事当中，其实美军基地部署在那边数十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场战事当中，几乎都被无差别的攻击到了，所以美军也现在在计划，是不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不是要重新评估战后之后呢，美军在波斯湾的部署这也会影响到的是美军霸权在这边的影响力。那他们现在有一些计划，一共是3点。第一点是说，干脆呢，美军在波湾的军事存在就让它缩小好了，那也不要再按照原本规划那样大规模的重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地直接往西移，可能移到的地点包括了以色列、约旦、沙烏地阿拉伯的红海沿岸。第三个，干脆就直接把它关闭，就是说，如果是在伊朗的射程之内的基地，干脆就直接把它关闭好了。但是现在要注意到的事情是说，如果你是怕被伊朗攻击的话，怕是在它的射程之内被它攻击的话，那你就把它关闭的话，那恐怕有很大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其实我们看到伊朗它的远程打击可以到非常远的地方，甚至在今年的7月份，约旦的空军基地都遭到伊朗的飞弹攻击，当时还造成3名美军死亡跟数十人受伤这样的一个惨剧那再来就是说，要不要移开在波湾地区的美军基地，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美军在这边控制了数十年的时间，早就建立了一张很完整的基地网。如果它离伊朗近的话，它的反应速度当然是最快的。但是如果移太近的话，我们看到如果在伊朗的附近，又会成为箭靶。现在让美军真的是非常的为难。厉将军怎么看？其实我一直观察这次美伊的战争我如果说是美国现在真的有这种规划，准备要军队要选择撤离这个波斯湾来讲的话，我认为就伊朗来讲，他不但获得战争胜利的初期战果，也获得他扩张的战果。那现在更获得他战略追击的战果都获得了因为伊朗来讲，初期来讲，他可能要保住他的政权，要保住他继续能够发展他的核武器、核设施然后之后来讲，美伊开战之后，他的获得战果就是荷姆兹海峡，他的话语权掌控在他。那现在来讲的话，我讲他战略追击的战果就是让美军整个撤离波斯湾。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从历史来看，美军为什么会在波斯湾？当初不就是因为美国自己的贪婪跟自己的霸权嘛？他认为说是我控制了整个波斯湾这一块的土地，
产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油源哈，所以他必须要驻军在这个地方，主要是掌握这个地方的油源。那你看，但是那个年代，他的武器装备哈，确实是远胜于中东所有的国家，甚至于那个时候他跟伊朗还有很好的交情，也就是巴勒维国王时代。可是他那时候武器跟现在武器确实有这个时空上面很大的差别。我们看一下美军的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它在巴林哈，巴林也就是整个波斯湾中间的一个岛，在那个地方。他如果说海军第5舰队控制在这个地方，那等于说北边啊，包括到伊朗，左边科威特，后边沙特，右边来讲阿联酋，右边来讲阿联酋哈，或者是这个阿曼来讲，这些国家都是在他的武力的这种打击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国家哈，讲好听一点，美军在保护这些国家；讲难听一点，他就是我军队就摆在这个地方，你们必须所有人都要听我话，就像一个流氓啊，住在你家客厅里面哈，那就住在你家客厅里面啊，包括你的卧室、你的厨房什么东西来讲，你都必须要听他的，不然的话，你听他的，他说我保护你；你不听他的，他就打你。但是没想到这场战争，因为武器装备的射程的远大哈，包括到伊朗这次我们看到他用的导弹或者是无人机，射程动辄这个远的话到1-2千公里，无人机打击的范围也400-500公里，几乎美军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基地都是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但你说，尤其是现在来讲，我们看到美军在波安啊，不管是巴林或科威特，或者是卡达哈，这些美军基地都遭受到攻击。可见呢，你将这些基地部署在这边，已经不符合当年的武器的这种效能了。以前是可以，但是不代表以后都可以。现在来讲，很明显是不可以。那美军现在选出这种选项，要撤离波斯湾，我觉得当然，就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它达到它战略追击的目标。大家不要忘了，伊朗战略追击目标就是叫美军整个退出波斯湾。那是不是他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第二个。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如果美军选择退出波斯湾之后，那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将会大幅的减弱。那试问一下，谁的势力会进入波斯湾？那之后不就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俄罗斯的势力就会填补美军离开以后这个势力范围？所以我觉得川普来讲的话，这次不只是军事上输了哈，地缘战略上面也是大输特输。好，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对于川普来说，军事的成本现在在波湾地区，在这个地区呢，已经他的这个军事牌的成本已经越打越高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想其他的办法来制止伊朗。所以现在最新打的牌就是经济牌了。但他们也祭出了这个经济牌的名称，就叫做 D-Day， 要来对伊朗实施全面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制裁。贝森特财长是这样放话的，他说这是史上最严厉的一个针对伊朗的制裁，这样可以降低美军用这个大规模的兵力的一个必要性。那他也点明了说，2个国家你今天必须要配合我们美国来针对伊朗做经济上面的制裁。但重点是这些国家会不会听他的呢？好，我们先来看被美国点名的第一个国家就是中国大陆，第2个国家就是阿联了。好，为什么第一个点名中国呢？因为呢，美国认为中国一直跟伊朗买石油，而且比重超过了它的出口的80%。只要北京不配合，美国就很难真正掐断伊朗它的石油经济命脉。但是中国也反驳了，他认为说他不接受靠制裁来解决所谓的伊朗问题。中国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重点，这是针对第一个国家中国。第2个国家就是阿曼了。美国是这样认为的，他说虽然阿曼有停止宣布跟伊朗有做金融上面的往来，但是呢，杜拜这几十年来还是伊朗重要的贸易跟转口外汇的中心，一口气要拔掉这些累积几十年背后的公司跟商人金融网络，根本就没有这么容易。我们看到这2个国家没有完全配合就算了，现在呢，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制裁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的这个通膨，尤其是在石油的部分哦。我们先来看到最新的布兰特原油，现在价格冲破了93美元，近1个月的新高。而且伊朗还放话，他说接下来会针对于荷姆兹海峡周遭的海湾石油出口设施在进行攻击哦，可能还会再把油价推高。第2个就是我们讨论到的柴油链解价了，现在直接飙破了每桶100美元，这对于接下来川普11月份的期中选举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利。干哥怎么看？川普他已经没有招可以用了，所以
经济版的诺曼底登陆，要开始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下礼拜一我就会公布实际的这个制裁的这个详细的手段。我听了半天，我觉得啊，诺曼底登陆啊 ，D-Day 啊，吓死了！为什么？因为 D-Day 就代表说什么？就代表说那个是绝对是全面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代表1944年6月6号的那次诺曼底登陆又要再次重现了吗？啊，不是，我现在是展现在经济的手段上，而且我跟你讲，会做得非常彻底，让伊朗哇哇叫到举这个白旗投降。觉得这个可能性真的是不高。为什么？经济制裁对于伊朗这样的文明古国而言，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它虽然说它现在已经非常的现代化，但是伊朗的经济体不是像我们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用那样子的 financial 的那样子的量化可以去判断出来说，如果它遭受到巨大的经济制裁，因为要知道伊朗遭受经济制裁已经超过10年以上，被美国制裁已经这么久了。你说他的这个国家有因为这样而颓圮而倾倒吗？并没有。那当然，他最近在这个波斯湾的战争上面，荷姆兹海峡啊，油轮不能进不能出，对自己本身也有影响。可是伊朗仍然能够靠出售石油得到什么？得到他国家的外汇收入，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酋长国，所以伊朗在那个杜拜设置了非常多空投公司，空壳公司。其实说白了，这些公司就是 IRGC 设立的，就是革命卫队设立的，这些公司设立，它就是伊朗在针对国外的石油利益的收购以及换汇的这个利益上，都是由这些空投公司所收进来的，所以其实，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他来讲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杜拜始终是伊朗的一个什么？伊朗它可以化身躲在那个杜拜后面啊，就德黑兰躲在杜拜后面，它还是能够取得外汇。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外汇就是美金。如果没有美金的话，伊朗它很难支撑它国家的经济啊。以前我们台湾有一句这个有首歌叫没有台币没关系啊，美金也可以啊。如果台币跟美金都没有，那王八乌龟才会爱你啊。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一首歌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杜拜它仍然需要伊朗在这边设置的这些空投公司。为什么？那也是外汇收入的一种。而且最重要的是，阿联在南岸，伊朗在北岸，中间就是荷姆兹海峡，他们两个是就是说隔着海峡相望的邻国，你跟你的邻国完全翻脸的话，对你绝对不是好事。对，所以阿联他现在不太敢完全翻脸，可是美国又要后面推他说，告诉你哦，连坐法准备，如果你再资助伊朗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连你我都要惩罚。那阿联就非常为难啊，对不对？他能够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两边他都必须要虚与委蛇，他既要维持当地的那个安全。可是伊朗这个时候他也发出了，他18号他竟然发了2枚弹道飞弹打到了阿联的国境里面，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再听美国的，我就要有适当的报复。所以其实老实讲，美国、伊朗跟阿联3国都在寻求一个平衡点。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要祭出这个超级报复手段的话，那阿联是不是要完全听美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算阿联听了美国的，不再资助伊朗或帮伊朗转汇美元，那伊朗就会因此而倒下来吗？我看也未必。因为为什么？中国的态度最重要。如果中国还是支持伊朗的话，美国这一招也是没有用的。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
好，来关心日本的经济状况，现在加薪也追不上通膨了。日本人是穷到都不敢花钱了，尤其是在日本现在社会内部最新就是它的消费萎缩，而且呢进出口是连3个月都是呈现贸易赤字的。原油更是夸张了，现在说呢进口原油的成本一口气暴增了将近是90%，达到88%。高市经济学再挖5兆的财政大洞，今天我们会做深度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互动。如果您认为说日债日元危险了，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不会的，政府还是会持续的救市，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先来关心日本有关于它的民生消费的部分，因为有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就是第2季的实质GDP 了，季增幅现在落在0.3%。如果呢，我把它算成是年化的成长率的话，预估就是1.1%。好，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其实它还是一个不好的数字的，因为原本市场预期的数字是可以达到2%而已，它现在其实只有1半哦。而且具体数据也显示，第2季有关于日本的民间消费，现在还是仍然呈现持续的下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本人根本就不花钱。他们虽然说在这几年薪资上有微幅的调整，有一些的上涨，但是钱感觉要买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值钱了。而追究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日币贬值跟刚刚我们提到的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会导致一般的民间生活消费成本狂飙，这当中涉及到我们常常用的东西，像是食品、电价、汽油、保险、社会保障的负担都会增加。而且注意到了，接下来可能日本的央行为了要救日元会升息如果升息的话，就会导致房贷跟利率持续的往上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有关于民生消费的部分，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7月份日元计价的进口价格呢，已经大涨了将近30%，生产者物价的价格年增幅7%，尤其是服务业现在呢调涨它的售价，你要去吃东西或者是有其他的民生消费，这个一直不断的涨价，创下了12年来最快的一个速度。现在超过95%的民众都认为说物价显著的上涨，60%的人认为说，经济还是会持续的恶化。50%的人认为说1年之后一定还会更糟。好，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刚刚说了嘛，日本近几年虽然有一些微幅的调薪，但是大家还是感觉说这个钱越来越不值钱了，尤其是追不上现在非常严重的通膨问题嘛。汉庭怎么看？没错，日本现在虽然加薪是真的，但是不敢花钱也是真的，因为加薪跑输了通货膨胀。我们先实地看数字，在2026年日本春天最后的一个劳资谈判，平均加薪5.01%这是非常高的。那基本上工资加薪率3.5%，这是1989年以来日本非常罕见的。可是第2季度的民间消费呢，这边的数据都是在持续下滑当中为什么呢？当然就是因为物价端涨得更凶。我们实际看为什么加薪会更穷，实际上是有几个原因把多出来的钱都漏掉了。第一个，名义上涨了5%，但实际上呢，你的社保费率啦，然后或者你的年金、保险各种的费用合计也上调了0.8个百分点，所以实际上到手的薪资增幅大概只有1.8%到2% 之间。而且第二个是乍看之下很多，但是中小企业员工都被平均掉了。日本70%的劳动力都在中小企业就业，但他们的加薪呢是员工100到500人的中型企业加薪3.1%，100人以下的小企业加薪2.3%。所以我们说加5%它是一个平均值。但是70%的日本打工人的真实加薪根本是远低于这个数。再来第3，就是实际的工资呢，连续25个月也是同比下降。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就名目薪资跟实质薪资来看，其实它也是下降的。所以全国名义的工资虽然是涨了，但是因为 CPI 同时也在涨，所以换算下来，你的实质薪资呢还是在降的。再来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日元的贬值，那再加上能源飙涨对，所以这边的数字都非常清楚。那日元贬值理论上应该是要利好出口可是这一次的日元贬值却割向的是普通人，因为我们任何进口的食品能源原材料全部都涨价，但是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又非常的低，能源又100%几乎都仰赖进口，所以这让所有的实质购买力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下跌的。我觉得目前真的是很多经济学家很努力的在想办法，
但最后一定都是要政治力，因为不论经济上做哪一个动作都没有办法来完整的解决，也就是我们这边说到的不可能三角。好，那刚刚特别提到了嘛，有关于这个有加薪，但是幅度一些，但是民生消费这个通膨影响哦，让他们的民生消费成本越来越大。那当中我们也要来看到这个消费成本非常大的一环，就是有关于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能源价格的部分。进口能源哦，现在一口气竟然是暴增了将近是88%，这对于民众来说真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我们先来看到有关于贸易的数据哦，其实现在日本是呈现贸易赤字的，尽管我们看到它在7月份的出口表现好像数字上看起来很亮眼，整体来看这出口年增幅23%，对美国跟中国也有大约是2成多的一个增幅，但是贸易赤字现在是6345亿的日元，连3个月都是呈现贸易赤字的。干哥怎么看有关于原油价格接下来对于一般的民生消费有怎么样的影响？对，我们常常讲啊，利好就是出口，利空就是进口，对不对？照理讲的话，你现在出口成长啊，那你为什么好像老百姓都没有感觉到了？对，我跟你讲，老百姓都没有感觉到，真的。日本第2季的 GDP 啊，它成长0.3%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日本国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会觉得说，什么东西一直在涨啊？不是你们这些企业，那个株式会这些执行长都应该要出来道歉啊，为什么还在涨呢？那涨价的结果怎么办？其实老师讲一句，我们上次说过，只要涨价，那企业就能够获利，企业一获利会发给员工更多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加薪呢，因为日本很久没有加薪了，最近这几年终于有加薪，这是好事。有了加薪以后，才会刺激消费力，对不对？现在不是加了薪也不会刺激消费能力，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不行。他们的最大的口号是什么？大阪的这些主妇，他们的口号是说，要省一点啊。然后逢人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又跟你讲说，要省一点啊。为什么？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哈，如果说我们到卖场去的话，通常的话，他们这个比如说1个礼拜，他们要买啊，就是假设是说是$500的那个牛肉的话，那他可能会改成怎么这样做？你知道？就是改成说1个礼拜我只吃$300的牛肉，那我们一口之家大概4口吧，300块大概1个礼拜也可以吃饱吧。以前500块吃的比较好，现在我们可以只吃300块。其实大部分的4口之家或3口之家的家庭，他们的想法都是这样。然后最好笑的就是说，现在网络上他们流传的是一个主妇跟另外一个主妇说，那个保鲜膜啊，用过以后，昨天用的，那今天这个已经吃完了，保鲜膜不要丢，要干嘛？洗干净了还可以再用。你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吗？保鲜膜有再利用、再回收的吗？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叫什么有机细菌是最多在保鲜膜上面，从来没有听说过保鲜膜可以再度使用。日本主妇现在说不要丢，洗干净、晒干之后还可以再拿来用。这些有机细菌能不能杀光我不知道，对。但是你可以知道说，日本人他们以前就说这可能是从2次大战以来哦，你说照理讲，80年过去了，日本不应该还有这样子的消费或生活习惯。但他们现在已经趋向于说，明明是可以再用的东西，我们就把它省下来再用。你会想到这是为什么造成？这就是因为经济压力而造成的。在经济压力的造成之中，进口的石油在中东方面，因为赫姆兹海峡现在还是不通，减少进口32%。照理讲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就说进口的部分少买很多？那我们现在应该可以省下很多钱，对不对？错了。你知道为什么日本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吗？跟美国这3个月来多买了9倍，天哪！然后反而把那个进口的利多又再盖过去了。你知道？所以坦白讲一句，根本就是一来一往，日本完全没有得到好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日本的不要说年轻人啊，老年人也是一样，他们都觉得说要省钱，要省钱，要省钱，一直要省钱，因为日本在 AI 获利，但是它只是卖铲子的人，他不是真正拿铲子的人，不像中国，不像台湾，他是拿着铲子，日本是卖铲子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说日本它这个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我觉得高市早苗根本就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
而且它应该马上就要受到国会严厉的监督，它的去留现在我觉得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好，所以我们一边是看到这个消费的成本，还有能源的价格都在持续的上涨哦。那现在其实只是夏天而已，现在市场估算说日本人最大的压力还不会只是现在而已，因为现在也做了一个市场预估，即将接下来进入到秋天，日本的通膨状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那现在预估它的通膨率大约是落在秋天的时候大约会落在2%以上，甚至他说明年2027年这个通膨率就会超过3%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高市早苗只好开始想办法来救现在的物价。所以他说呢，要推出这个食品消费税，从目前的1%一口气降到1%，然后还会搭配其他的补贴，希望把食品的税负降到0。那这个政策当然呢，也引发自民党内部开始对于减税的质疑。原因是什么呢？自民党是这样说的：如果高市早苗你这时候敢减税，1年就会少掉大约5兆日元的收入。那你现在日债已经这么的严重了，超过 GDP 的260%了，你还敢在这个时候做降税吗？而且不要忘了你现在还要增加在国防上面的支出，还有人口老化、社会保障的支出等等。现在高市早苗碰到的3个最大的矛盾，我们也看到 CG 上面有写，包括了要不要降税、要不要救这个出口，还有要不要升息等等，都会有各种的矛盾。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哈，这个7年之病难求3年之艾哈，也就是你这个病如果拖很久的话，你很难用一帖药剂就让这个病好。那更何况，我觉得日本的经济已经最少是30年的常年的饥渴哈，所以说你很难用一帖药就将它治好。那就算是高市早苗他在使尽诸般手段，我觉得也很难救日本的经济哈。那首先我们看日本它本身就是一个岛国嘛。它所有的能源都必须要从外面进来，也因此，如果说是它日币来讲持续贬值来讲的话，那你要买外国的石油，你必须要有能源，你就要从国外进口石油，从国外进口石油，你就要拿日币去买美元，然后拿美元才能够去买石油。那如果你日币持续走弱的话，当然你通膨就会增加，通膨会增加的话。那当然会造成老百姓的负担，所以日本现在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薪水永远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就是足以描写现在日本人的情形。那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消费紧缩到什么程度呢？消费紧缩到连这个吃一碗拉面或吃个饭都成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这又要讲到。日本它的食物，我们都一直认为说日本它吃米的自己也会这个捕鱼，海岛国家，但是你很难想象到日本很多的粮食，它几乎是靠自己能够生产的不到30%，它很多的粮食，包括麦呀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从国外进口。那你想想看，那是不是雪上加霜粮食要从国外进口，能源也要从国外进口。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它的日币就势必是更加的贬值。所以。那老百姓买不起的话，那高市早苗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我降食品税我这个只从8%降到1%，然后就不要征那么高的税务，让食物可以变得更便宜。那问题又来了，你如果说将食品税降税来讲的话，你国库就会减少，但你现在你的日本的国债，当然它的国债不是跟国外借的，它大部分都是国内债比较多，可是也高达GDP 的260%，也是很高的国债。那你现在如果说是减少自己的这种税收来讲的话，那一定会推升你自己的债务的增加那你推升你的债务增加的话，你就更不敢加息你如果说是加息来讲的话，你这个光这个每个月每年付这个利息钱就你国库增加负担会更重。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讲，那更糟糕的一件事情，高市早苗现在还居然想扩军，增加各种军备。那你这个连老百姓都喂不饱了，你把这些东西拿去买武器装备，是不是更增加自己国内的债务的负担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应该是回归到他们自己的这个正本来讲的话你不要提高国防预算，然后先把民生照顾好才是正途。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接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痛打巴拿马，尤其现在这个巴拿马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哦。内部它现在要面临到是圣婴现象导致的干旱，所以再次的限航。外部现在长江和记正式的对巴拿马这边提出了索赔，达到了15亿美元的金额。另外，光是上半年642艘船出逃，巴拿马航运再现危机吗？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如果您认为确实是这样，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不会，还有美国罩着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互动。巴拿马来看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呢？因为原本巴拿马政府打算要撤掉这个长江和记在巴拿马2个港口的经营权，想要降低大陆的影响力，没想到巴拿马现在面临的压力可大了，包括来自于中国的反制、长江和记的求偿、运河的干旱跟航运的震撼4重压力哦。好，来看到最新消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最新宣布，今年呢主要就是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降雨量明显的减少，降雨量影响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体的流域的入水量了。现在说呢，大减了4成，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决定从9月份开始，每日的通行量降到34艘，15号再降到32艘哦，要开始做限航了。另一头，祸不单行的事情是中国大陆对于巴拿马的报复行动开始要做强化了，开始强化对于巴拿马船舶的检查，所以光是今年上半年这边的一个数据显示，已经有600多艘船脱离巴拿马籍了，不愿意再拿巴拿马籍的国旗挂在他们的船只上。另外还有400多艘巴拿马籍的船舶遭到中国检查，并且就把它扣押了。对于巴拿马来说，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长江和记对他提起了国际的仲裁，也就是因为这2个港口，他要求说要弥补的偿还的金额达到了15亿美元。要知道，其实上次呢，巴拿马下面的港口公司才提起了仲裁，当时要求的金额达到了20亿美元的一个赔偿。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立将军怎么看巴拿马这个时候呢撤了长江和记的五权哦，那中国大陆现在全力的反击，已经造成光是上半年600多艘船出逃，400多艘遭到查扣，而且现在又碰到圣婴现象，运价暴涨，因为中东航运哦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运价暴涨。巴拿马是不是面临航运收入两头烧？我觉得巴拿马这活该了。他们当初这个被美国川普的压力之下美国川普一直要拿下巴拿马运河嘛。他们自己本身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经过各项利害的这种推演就直接由法院裁定，直接由政府就扣押了巴拿马和两端的这种港口的营运权包括巴尔博亚港跟克里斯托瓦尔港这2个港口营运权那将长河这个中国的这种香港的长河集团将它赶出去。那当然你讲就你要评估到。其实第一个就是中国报复的力道是绝对不弱的。我们知道巴拿马这个国家都是靠很多国家的货轮挂他们国家的国旗，借此来增加它的税收那如果说这些国家不挂巴拿马的这种船籍来讲的话，那对国家在这方面来讲营运当然税收会减少很多。那这是中国第一招就是你所有只要是挂着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国家国籍的船只，到了我中国来之后，我就会详加检查当然，中国检查也不是没有道理，它有它的法源的根据，它依据法律来这个实施检查扣押。你知道，当一条船被扣押的话，一天光美军就会损失将近1.8万而且中国扣押，我要检查来讲的话，包括可能你船只的安全，你人员的安全他叫你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一拖给你拖1个礼拜，你看你营运就少多少。对，所以很多船籍，很多这个船东来讲，他就不将他的船寄籍在巴拿马那对巴拿马影响当然很大。你看看整个来讲，
这个总共有今天来讲已经有642艘的船舶已经脱离巴拿马堤了哈。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其实巴拿马运河，我们都不要以为说是这个运河是把大西洋跟这个太平洋两端挖通，让海水可以贯通的，不是，它是这个借着里面的湖水哈，这个湖水来讲的话，它船只跟坐升降机一样，一站一站过去，再一站一站放下来哈，所以中间是必须要靠湖水是淡水的，不是整条运河是靠把大西洋跟太平洋挖通，不是这样。那刚好今年又碰到强烈的声音现象，那湖水的水减少，湖水减少，这个船只就没办法灌到它的水闸里面，没有办法灌到船闸里面，船就没办法做升降所以它必须要减少它的运量，这是对它来讲是第二个损失。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当然中国有很多的这种相对的政策，譬如说是中国的这个中远洋来讲的话，他就要求他的船运公司不要到巴拿马去那当然就减少巴拿马对于港口营运的营收当然最后长和自己本身来讲也提出相关的刑事诉讼跟巴拿马政府求偿15亿美元。那你要知道，光巴拿马这条运河每年光营运的营收大概也就是30亿美元。那如果说败诉的话，等于有一半的钱要拿去赔半年营运的钱都要去赔长和集团，对他来讲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巴拿马当初在做这个决定之前，真的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好，所以我们看到将军也特别提到了嘛，因为这个长和现在求偿30亿美元，等于它营收的一半，一部分是如果告成的话，确实巴拿马就是要付出这个经济上面的代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事情是，当初他们硬要拿这个长河下面的这2个港口货柜码头，结果现在呢，这2个码头找不到接手的人。这2个码头包括了第一个是巴尔博雅港，第二个是克里斯托瓦尔港，现在要开始招商，但是国际业者怎么敢去下标呢？因为他们都知道这背后有中美之间的角力，谁都不想要扯入这个当中的这个政治问题那汉庭又怎么看这2个问题？巴拿马活该这当初呢强行接管真的是土匪行径。在今年1月29号，巴拿马最高法院直接就裁定，你这个港口违宪，而且不得上诉。而且整个过程没有提前的通知，也没有协商，没有缓冲的交接，所有员工是被迫指定的当场离开岗位，然后没收他的全部资产，什么起重机、车辆、电脑系统，全部都被控制。长和在2021年的时候是合法合规续约25年本来是可以到2046年的，结果巴拿马突然说它违宪，然后呢，整个还有20多年的合约直接作废，也不赔钱。那现在呢，巴拿马就交给了2家公司，但这2家公司期限最长18个月，而这2家公司都说，我们只做临时的，长期也不考虑。为什么？因为谁接盘，谁就要面对非常长时间的法律追偿，还有大陆的外交压力，再加上全球航运网络的重新评估嘛，没有人敢接。第一个就法律风险，长和的仲裁还没结束这35亿的美元索赔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巴拿马败诉，那新的营运商的合法经营权也有问题。对，所以谁愿意拿真金白银几十亿去投资一个权属有争议的港口，对吧？大家又不是白痴。那在第二个就是政治风险因为这2个港口本身它就是巴拿马太平洋侧和大西洋侧的2侧出入口，是很重要的地缘战略的资产。所以巴拿马强行接管之后，那大陆当然是表达了严正的立场。那也因此，谁在这个事情上你去接盘，那也是冒着得罪大陆的风险，而且你就等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你选美国，那大陆就不高兴；你选大陆，那美国也不高兴。不如干嘛呢？不要接干嘛做这个生意呢？而且第三就是当下的商业风险整个全球航运的网络已经开始逐渐绕开了巴拿马。目前大家经商商船呢挂旗都不是挂自己本国的旗，都是挂什么？就是挂叫方便旗。比如说，因为巴拿马它的注册费比较低，所以呢我就挂巴拿马的旗大家做生意比较方便。那巴拿马也因此长期就是靠这个注册费来收入你就拿着我的旗然后世界上做生意。但现在呢，因为中国大陆开始针对谁拿巴拿马的旗，我就查谁，所以大家就不挂巴拿马的旗反正我挂别的国家的旗，手续费更便宜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挂巴拿马的旗？那当然就等于巴拿马它的收入大减。同时呢，又因为天灾就因为这个
降雨量的关系，它的收入也大减，所以巴拿马现在当然是受到了打击。好，我们刚刚聊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制裁报复之下，对于巴拿马的船籍还有它的港口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我们如果把眼光再往更大的一个方向去看，其实不仅仅是对这2项造成影响而已，现在影响的包括巴拿马整体的航运，还有它的物流产业，甚至是它的国际港口地位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因为巴拿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船舶注册中心之一，但是我们刚刚讲了嘛，看庭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的船商他们决定跳团级，损失的不只是注册费而已，是整套的航运、保险、金融相关的港口服务的产业链。再来，我们刚刚也说了，对于巴拿马作为国际的重要港口地位也有影响，是因为中国远洋集团停止部分的货物输往当地的巴尔博亚港，进一步冲击巴拿马港口跟它的转运地位。干哥怎么看？接下来对于整体巴拿马的国际地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好，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啊，他们现在哈，我说我不送过去了啦，啊，我们也不必跟你一定要跟巴拿马做生意，对不对？坦白讲一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他们最主要每年的这些航运，他那个航次，它都是从远东把货物送到美东去的，也就是远东跟美洲之间最重要的航运路线是这个中国海运集团。那如果现在他说好了，那巴拿马你现在对不对？对我们长河实业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最大的航运公司也不送东西过去了，损失的是谁？你慢慢你就会知道。而且美国驻联合国的海事代表Stevens 他就说，我跟你讲啊，中国现在对巴拿马的惩罚啊，快速有效，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巴拿马的国内反对的声浪。你看，他驻联合国的代表都已经这样子讲了，对，但是他只敢在联合国讲，他回到美国他不敢讲，为什么？他回到美国看到川普他就闭嘴，为什么？他不敢在总统面前讲，因为巴拿马今天会做出这些荒谬的决定，都是川普给施压的。巴拿马最高法院为什么敢下这样子的判决说，长河实业你们两边的港口通通把权力交还回来，还给我们巴拿马政府？他怎么敢这样判？就是川普啊！如果不是川普，他们怎么敢这样说呢？然后你知道现在我跟你讲，中国现在最厉害的是什么？光是5月就扣了就扣了400多艘船，巴拿马的船。所谓巴拿马的全移轮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挂着巴拿马的旗，对不对？华盖在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悬挂赖比瑞亚国旗的货轮，那时候是50年前的往事。我说奇怪了，为什么会有人去挂赖比瑞亚的旗呢？赖比瑞亚是非洲一个小国，对，他半世纪前他就已经知道要做这个生意了，你知道？然后呢，第二个跟进的就是巴拿马。巴拿马在差不多40年前就说，我开放，任何国家要来注册的话，我都不检查的。其实当然有一些很简单的检查，可是你要到日本、美国去挂旗，第一个贵，第二个从头检查到脚。现在中国就开始做这个从头检查到脚了。我跟你讲，你这个巴拿马的船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轨杆不对，停泊的位置不对，然后还最重要的是，巴拿马旗帜的货轮，到现在前半年已经占掉在中国出事的1半以上，也就是说出事10件，5件是挂巴拿马旗的船，比如说有船员不见了，是上了岸以后就再也不回来了，不然就是什么？不然就是突然人就在岸上不知道哪个地方就死掉了，然后遗体还送回来说这遗体怎么办？这样子，他说奇怪，为什么就你们这个国家的船一直出这种事情呢？所以说我要制裁你们，我要检查你们。刚才厉将军讲了，停1天60万台币，对，停1个礼拜600万，谁受得了啊？对，我就这样，你要整我是吧？我回头整你的话，我是绝对不手软。所以 Stevens 说，我跟你讲，中国这种方式很快就会收到效果，因为巴拿马1年从全移轮挂旗这种方式可以赚30亿美金，1年就可以赚30亿美金。还有很多国家你没有听过的，蒙古共和国也在赚这个钱，还有什么中非共和国也在赚这个钱。所以现在巴拿马没这个收入以后，我告诉你，那他要回去种古柯碱吗？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巴拿马以前是毒品大宗出口国，现在是靠这个巴拿马运河。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从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巴拿马他如果说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的话，对长河实业没有交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受伤的绝对是巴拿马自己本身，然后川普就在那边旁边隔岸观火，因为根本不关他的事。所以我跟你讲，到时候巴拿马本身他一定要改弦易辙，不然的话，中国的制裁力道会更大，他们的损失会更多。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唐朝到底存不存在呢？今天我们的新单元要来特别聊一下史学哦，因为呢，现在呢，西方的阴谋论入侵了中国大陆。有人说呢，李白跟杜甫都应该是宋朝的人，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唐朝，而且呢，340万件的文物根本不应该算数在内哦。到底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来做深度的剖析。好，这个中国网络最近出现的是这个比穿越剧还要更荒谬的一个历史革命吗？他们说了，唐朝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说，从隋朝到唐朝的这个后面都是虚构的。所以呢，中国在汉朝之后就直接跳入了宋朝，200多年唐朝盛世都是假的，包括了李白啊、杜甫啊，都不是唐朝的人。那所以呢，最近呢，陕西文物部门好像是接到了电话，是控告他们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所谓的唐朝，但他们最新也已经否认有这件事情了。那到底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的讨论？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主要先看到第一个，因为唐朝不存在的这个言论来自于一位德国的评论家，他提出的一个历史阴谋论，也就是所谓的幻影时间假说。他当时的说法是说，西元600多到900多年的这个历史呢，都是捏造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呢直接把中国的历史套进了这个时间。他认为说，将近300多年的隋唐历史也都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那还有呢，有些人就会认为说，你去造一个好像是很吸睛的一个话语的话，可以吸引流量哦，或是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所以有这样子独立思考的一个能力哦，所以变成一个讨论的热度。再来就是说，这个争议越大，当然呢，社群的留言啊，跟它的流量就会变得更大，所以也兴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那这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到底怎么回事呢？唐朝不存在论现在在社群在网络上面大量的讨论哦，你怎么看？可怜呐！现在还信这个台湾需要扫盲教育哦。先说这老外呢，他反中或对中国大陆历史无知，我们姑且原谅。那为什么在台湾或在大陆还是有一些人要能够去蹭这些事情呢？我去蹭我们不管了。在台湾，因为它正好结合了一些反中人士，比如说在台有知名的两性专家兼绿营的支持者苦苓大师，他就响应，他就说唐朝不存在，朝代也不存在。认为呢，用朝把所有历史串联起来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教育啊，而且他的文章底下还有无数人追捧，认为讲得好。所以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很多年没有落实义务教育了？真的，台湾需要扫盲教育。AI 时代如果不懂，大家可以问 AI， 对吧？你如果懒得问、懒得思考，只是盲从，这大概也是一种培养党的信徒的党的教育哦。首先呢，唐朝2个字不是国民党的近代发明，从5代、宋、明、清的文献一路都有。唐末出生的欧阳炯啊，他出生在896年，《全唐诗》里面就收录过他的作品，它里面直接有一句叫“唐朝历历多名士”。所以唐朝结束之后，那他已经活到了宋朝，他写的诗词已经直接写到了唐朝2个字。而且呢，在北宋的《太平广记》也有一句话，以兴复唐朝为名。所以唐朝结束之后，宋朝开始，许多的文献都已经直接写了唐朝的2字，这不可能是国民党穿越时空然后去改写的文献。在明清的许多小说呢，也都有，比如说《西游记》第7回啊，他说且待唐朝出圣僧啊，在《红楼梦》里面也有写唐朝韩愈咏芭蕉诗。
到明清时期，唐朝、汉朝、宋朝这些朝代已经都是成熟的中文了。所以那些信口开河就说，哎呀，古代没有唐朝这种说法，没有唐朝概念的，就是不愿意查资料的白痴。而且朝代这个词更不可能是国民党发明的啊，因为北宋的古籍也已经有了朝代这2个字。所以如果有人硬要讲啊，朝代是中华民国以后为了创造中国正统叙事而发明的，那国民党多神呢？他是要穿越到明朝，穿越到宋朝去修改历史文献嘛？所以简单来说，现在这些人呢，他们为了要反中，要破除中国的概念，要破除朝代的概念，就去迎合西方这种虚假叙事，说没有唐朝，只有唐帝国；没有清朝，只有清帝国。那请问，如果依照你的讲法，因为唐太宗自己没有说我叫唐朝，那唐朝他自己也没有说自己叫唐帝国啊，清朝也没有说自己叫帝国啊，帝国也是西方的用法。那为什么朝代你不能用，然后帝国你就要用？所以简单来说，就这些都是一些不读书的文盲跟白痴。好，所以现在目前呢，其实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唐朝不存在哦。那确实有非常多的证据是显示唐朝的存在。包括呢，我们看到的历史书之外，还有大量有关于画面上我们看到的唐代的墓志啊、文物遗址，甚至是大明宫啊、大雁塔、唐18陵等等，甚至是很著名的敦煌文书等等，都有考古的证据。那还有包括在历史上，包括了日本的遣唐使，还有新罗史料、阿拉伯、波斯商人的记录，他们都有说过跟唐朝有对外交流的记录，现在变成是一个短短30秒的短影音，就已经毁坏了过去所说的这些历史考古证据嘛？那干哥怎么看？如果说唐朝不存在的话，我们应该去问我们的邻国叫日本，你知道吗？因为日本的考古学家非常重视一点，他们到现在还坚持杨贵妃没有死，她后来东渡日本了，而且我们可以在这个日本找到杨贵妃的遗迹啊。如果说唐朝不存在，那就没有杨贵妃，没有杨贵妃，那日本这段历史也是假的，日本也跟着作假，是这样吗？好，这个网红叫做乔宇，他在今年4月，乔宇这个网红我们不认识他，但我们知道他用非常短的影音，然后用非常耸动的标题，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标题党就对了啦，先用标题下去了，然后马上就吸引很多流量过来。然后他们是针对那些对现状不满，然后呢，认为说这些历史都是你们上一代或前一辈的人硬加诸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所以说对于现状不满，或者是说想要违抗原来你认知的史料史实。可是我今天要这样讲，你可以去质疑很多历史，但你不能不读书，你不能不做学问。如果照这样子讲的话，宋朝有800年，因为乔宇的他的论点是说没有唐朝了，光是宋朝就有800年了。那你要把赵匡胤的生辰再提高300-400年，因为宋朝是赵匡胤宋太祖赵匡胤建立起来的。那你要提出这样的论证，你如果提不出这样的论证，那我来告诉你好了。唐朝从618年到907年，总共289年的历史。唐朝是推翻了谁呢？推翻了隋朝而来的隋炀帝。隋炀帝是怎么来的？是杀了隋文帝他爸爸他杀了爸爸叫杨坚，他自己本身叫杨广，然后他还杀了他哥哥叫杨勇，才会有隋炀帝这个人。那你现在要推翻这一段，你要解释隋朝是什么？隋朝之前又是什么？隋朝之前叫什么？叫什么？说出来看看。乔宇，你知道吗？隋唐宋元明清。那在隋朝之前的话，就是南北朝，魏晋南北朝，这都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唐朝不存在的话，那杨贵妃也不存在武后也不存在，安史之乱也不存在。你要推翻的东西太多了，就像刚才思明讲的，有唐18陵，有敦煌文书，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支撑你。你可以随随便便讲说唐朝不存在。他有讲一个，这个网红乔宇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说唐朝的开国皇帝叫李渊唐高祖，然后他的儿子叫唐太宗李世民，然后他们是什么？是鲜卑人鲜卑人怎么可能来当中国的皇帝呢？对不起，他们叫做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什么？
是在当时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里面的贵族，他们早就汉化了。你到底有没有读到这些历史？如果你没有读到这些历史的话，回去多读书，再来讲唐朝不存在。我跟你讲啊，唐朝不存在这种完全是一种要点击蹭流量的一种行为，你知道吗？而中国现在就有很多这样网络上的这样的行为。不过我也要讲一个特别的，就是说像2年前华盛顿号被原子弹被这个伊朗打烂了，那也是标题党，因为没有这件事情。中国现在对于言论这方面啊，我觉得应该要加紧去审查。为什么？像这样子的悖论，这种悖论不可以再让它存在下去。为什么？这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承认，然后推翻自己的历史，这个还叫中国人吗？这还叫中华民族吗？这是民族的败类。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不是越怪的流量、越怪的言论越能博取流量，甚至吸引大家的眼睛呢？因为另外一个事情吸引大家的目光呢，就是这部奇片了，叫做《牛来》。好，《牛来》的制作呢，它很有趣哦，它的制作非常的粗糙，人物很僵硬，导演就是信宇萌一个人，他身兼编剧、配音等等多项工作，而且没有任何的人工智慧来做辅助哦。上映9天，当时的票房是7000多元人民币而已，全中国只有200多人购票，但是现在却爆红，原因是大家觉得说，它实在是太有趣了，真的能够这么的粗糙。厉将军怎么看？这部电影确实是很粗糙，而且剧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画面也没有很精致哈。那主要是这部动画电影主要是一对母子，你不要看它是用手画出来的，它不是 AI 制作的。他们花了多少时间？花了5年哈。这个妈妈为了帮助她儿子1元动画电影的梦哈，协助他做了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这个其实剧情来讲也平淡无奇了，就描写一只小牛哈跟着他妈妈，然后在这个迁徙的过程中做了一个梦。然后梦里面他遇到一个他的好朋友，一只花豹这个叫做豹拉豹拉保护他们整个牛群迁徙的故事。后来这只小